如果說阿姆斯特丹是一座歷史深厚的城市，那國立博物館就是這座城市的記憶倉庫。博物館的藏品大多來自於荷蘭黃金時代，那是一個17世紀荷蘭經濟文化繁榮的時期，藝術家們創作出了無數傑作。這裡收藏了從1100年到2000年的荷蘭藝術和歷史文物，總共超過100萬件展品。今天我們重點來聊聊那些王叔認為最值得一看、最能代表荷蘭歷史文化的精品。在博物館的榮譽大廳，你一定會被一幅巨型油畫吸住目光，場面像電影一樣動態，而且氣勢十足。它就是荷蘭所有藝術品裡最有荷蘭味的作品——倫勃朗的《夜巡》。為什麼叫夜巡？其實它本來不叫夜巡，真正的名字應該是科克隊長率領的民兵連。那麼為什麼現在叫夜巡呢？因為畫作在18世紀被煙燻得發黑，導致整幅畫像發生在晚上。直到20世紀清洗修復，人們才發現畫面其實在白天，因為有強烈的光束打在隊長身上，非常亮，這才是夜巡被誤解200年的原因。17世紀的荷蘭經濟繁榮，貿易強盛，被稱為黃金時代。當時城鎮裡的民兵隊不僅作為民間守衛力量，也像今天的小區榮耀俱樂部，有錢人加入，湊錢請最好的畫家來畫集體照。於是倫勃朗接到了最大的一筆訂單，要畫出民兵隊最威風的一刻。但倫勃朗不甘心畫一幅呆板的合照，他要畫出動作和氣勢，要有電影感。我們看看倫勃朗的光影魔法。隊長穿着黑衣，副官穿着亮黃色的衣服，形成了強烈对比。一束光照亮中間的小女孩，她身上有民兵队的象徵物，被認為象徵公民的自由。每個人都在動，裝彈的、喊口令的、舉長槍的，仿佛下一秒就要從畫面裡衝出來。這幅畫首次讓群像畫動了起來，讓他成為荷蘭最偉大的畫家之一。博物館收藏有幾個極為精美的17世紀玩偶之家，這些並非兒童玩具，而是富裕家庭的女子為展示理想家庭與社會地位而委託制作的微型宅地。玩偶之家內分區完整，有接待室、育嬰室、廚房、儲藏室等，很多金屬器物、纺織品和微型銀器都是按照真品縮小複製。方寸之間再現日常對象與家政的細節。玩偶之家是女性的藝術庫，它既是展示家庭美德和理想，也反映了貿易帶來的奢侈品。荷蘭在歐洲屬於低地國家，就是地勢低洼，沼澤多，所以運河也多。於是造船業走在了前頭，再然後就是航海業走在了世界的前頭。於是一個海上強國出現在世人眼裡。威廉雷克斯船模是一個17世紀晚期荷蘭戰艦的模型，模型來源於費里辛根的船屋，1698年，高2米，木雕鍍金，代表荷蘭威廉3世時代的海軍的強盛。尺寸雖小，但結構完整，滿配錨、帆具、絞盤和74門艦炮的配置都被微縮再現，栩栩如生。此類船模並非玩物，而是陳列在澤蘭海軍辦公處的會議廳，既為造艦提供可視化的參考，也作為權力與海上實力的象徵。17世紀是荷蘭海上強國的黃金年代，那個時代一艘船就能決定一場戰爭。這些重炮化的浮動城堡就是那個時代的航空母艦。博物館的大廳是建築師皮埃爾·庫珀斯設計方案中最具戲劇性的空間。鑲嵌有馬賽克的地面、彩色的玻璃窗，以及圍繞着愛國與美術主題的大幅繪畫。這些壁畫裝飾為博物館整體的敘事服務。從地面到穹頂，每一處圖像都在講述荷蘭的藝術、建築與雕塑傳統。
以及國家的自豪。這裡毫無疑問也是我們每一個來博物館的遊客打卡拍照的一個好地方。這裡也可以休息休息，放鬆心情，來觀看一下荷蘭的藝術的美妙。博物館的畫作最多，我們精選其中6幅來欣賞解讀一下。2位荷蘭畫家的這幅作品的歷史背景是1651年的大會議。1650年，奧蘭治家族的執政威廉2世突然去世，他的繼承人還沒有出生。1年以後，荷蘭召開了歷史上著名的大會議。這次會議做出了一個震驚歐洲的決定，不再任命執政。這意味着荷蘭不再由貴族和軍事領袖主導，而是交到商人和城市精英手中。這個決定開啟了第一次無執政時期，為荷蘭的貿易、金融和文化繁榮奠定了基礎，也直接推動了後來被稱為荷蘭黃金時代的到來。這幅畫裡面有一個金屬蓋板，上面畫着一張桌子，寫着“團結就是力量”。打開時會造成視覺上的錯覺，以為房間是空的，這意味着團結的力量往往被忽視。當然，這個決定也埋下了一個隱患。到了1672年，英法外敵入侵時，人們又重新呼喚奧蘭治家族。因此，1651年的大會議既是一次成功的共和實驗，也是荷蘭歷史上一次極具爭議的轉折點。冬日滑冰者風景是荷蘭藝術家亨德里克·阿弗坎普創作的。這幅畫描繪了形形色色的滑冰者在冰封的河面上享受着一天的樂趣。盛裝打扮的人們站在中間，這裡當然指的是富人，而村民們則忙着日常的農活。左下角，一只狗正在啃食一具動物屍體，背景中一艘小船在雪橇上緩緩駛離。前景中，一群漁民正在努力解救一艘被冰封的帆船。左側除了其他農具外，還有一個捕鳥器。從捕鳥器到狗吃動物，再到窮人為了生存而勞碌，而富人正在娛樂，似乎在講着世界的不公平。而左側的位於最高處的昏暗的教堂，似乎也無力改變什麼。這幅畫人物眾多，有點類似華人世界的《清明上河圖》。如果你第一眼看到這幅畫，可能會覺得這不就是一幅很熱鬧的鄉村集市嗎？但其實這幅畫一點都不簡單。這幅作品完成於1618年，畫家是荷蘭的阿德里安·范德芬內。畫面描繪的是一次真實發生的事件。摩里斯親王和他的弟弟來到瓦爾肯堡的馬市，他們乘坐的是一輛由6匹灰馬拉着的馬車。在17世紀，這代表着最高等級的權力人物。接下來，畫家開始做一件很狠的事情，他用這2位王子來對比整個社會。你看，畫面周圍的普通人，有人吵鬧，有人推搡，有人只顧着看熱鬧。集市裡有歌手，有小販，有交易，但在這份熱鬧之中，右下角有人正在悄悄偷錢包。這不是偶然的細節，而是畫家故意放進去的提醒。他在說什麼呢？他想說的是，當人群聚集，慾望放大，秩序鬆動的時候，混亂、欺騙和危險也會一同出現。所以這幅畫表面是在畫一場馬市，實際上講的是國家、權力和人性的故事。你現在看到的這幅畫是倫勃朗在26歲時創作的成名作，尼古拉斯·圖爾普博士的解剖課。畫面中正在進行的並不是一場秘密手術，而是一場對公眾開放的醫學解剖示範。躺在中央的是一名剛被處決的罪犯，而站在一旁的是阿姆斯特丹外科醫生工會的成員。在17世紀，解剖人體仍充滿爭議。倫勃朗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
他沒有把這些醫生排成一排做合影照，而是讓所有人圍繞着知識本身展開，光線集中在3處被解剖的頭顱、醫生的臉以及他們的目光。但它象徵着一個全新的時代，理性和科學開始取代宗教禁忌。當耶穌誕生時，希律王聽說這個嬰兒是猶太人的王，他下令殺掉伯利恆所有2歲以下的男孩。然而，瑪麗和約瑟帶着孩子已經逃往安全的地方。對於無辜者的無理屠殺是殘酷暴政的一個例子。這幅畫很可能是毛里茲王子委託創作的。他作為軍隊總司令的任務是將西班牙的暴政趕出荷蘭。這幅畫叫《客棧前的人物》，是17世紀的典型作品。畫面都是小人物聚集在鄉村客棧門口，有人彈琴唱歌，有人打着牌，有人調情。對左邊那位酒喝高了，還要繼續喝，真是一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的荷蘭民俗寫真。庫珀斯圖書館是荷蘭最大且歷史最悠久的藝術史圖書館之一，建成時即為全國最大的藝術史典的收藏地。藏書與檔案對研究博物館館藏荷蘭藝術史極為重要。館內不僅藏書量龐大，約10多萬件，其建築本身的裝飾、窗戶與書架也為訪客呈現了19世紀博物館與知識機構的莊嚴氣度。博物館內還收藏約1600件的戴爾夫特瓷器，既有仿中式的青花盤碗，也有本土發展出的彩繪與裝飾形式。戴爾夫特瓷器體現了全球貿易對日常物質文化的深遠影響。海外貨物的流入改變了荷蘭人的餐桌審美與工藝技術。19世紀起，荷蘭東印度公司貿易興起，中國的景德鎮瓷器流行，歐洲市場大量進口中國瓷器，促使荷蘭戴爾夫特窯業模仿並發展出以白釉加藍釉繪為主的戴爾夫特瓷器，從而出口全球。後來英國瓷器競爭到19世紀逐漸衰落。在現代和亞洲展館，博物館還收藏了一架雙翼飛機，型號為 FK-23， 它是由荷蘭設計師在1918年設計，屬於一戰時期末期的單座戰鬥機設計範例。這展示了荷蘭近現代工業設計與技術史的密不可分。要不然，現代的精密儀器如光刻機都產自荷蘭。看來這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種必然。這些展品能讓參觀者感受到荷蘭在工業時代的力量。荷蘭國立博物館，大家最好拿一本這個小冊子，這是博物館裡面可以拿到的啊。什麼好處呢？它這裡分得很清楚啊。它這個來看一下，它這個荷蘭博物館它主要是分3層，你看紅色、黃色，這個灰色啊。這個紅色區就是18多少年到19多少年啊，這個時候藏品是吧？啊，這邊是17到18。那麼最上面的是最近的藏品呢，那就是1950年到2000年藏品。那麼肯定在這個時間越久的藏品呢，它肯定它做的比較粗糙一點啊，沒那麼精美。那麼做的比較好的藏品呢，數量比較大的呢，都是在這個16到這個17，就相当於就是17世紀的吧。这個藏品呢，那麼就豐富一點，也做得更精美一點啊。它這裡的你看這個上面還有圖片啊，具體的位置標的什麼位置啊？比方葉巡在哪個位置是吧？這個船模啊，玩偶之家在哪個位置，標得很清晰啊。哎，這個每一層是吧？是每一層第2層啊，哪些藏品？這有藏品，這上面是藏品，然後這下面就是它這個位置，比較方便啊。這看起來找起來比較方便，建議大家這個人手一冊。荷蘭國立博物館建於1885年，期間
經過多次翻新，現在的建築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它融合了哥特式和文藝復興風格。博物館戶外的花園也別有一番情趣。館外藝人的引吭高歌，似乎在回味荷蘭的黃金時代。這也提醒着我們，沒有永恆的帝國，只有永恆的百姓。以上分享讲的不對之處，請大家打在屏幕下方與玩叔互動，謝謝。